50岁大叔坚持喝醋软化血管，半年后情况怎么样？一起来看看。李叔今年50岁，经营着连锁超市，在事业上算是小有成就。一直以来，李叔都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每年都有去体检。在今年体检的时候，发现血管出现了问题，也是因为上了年纪，平时饮食上并没有严格控制，所以有轻微的血管硬化问题。医生叮嘱了李叔一些日常注意事项，让他尽量改掉自己饮食和生活中一些不好的习惯。李叔也答应了医生，回家之后也按照医生说的方法改变了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。但是李叔还是有些焦虑，尤其是看到了网上的一些新闻，不少的中老年都是因为血管出现了问题，突然间丧命了。也正是在看新闻的时候，李叔得知了一件事情，说喝醋可以软化血管，让身体变得更健康。没想到李叔没有和家里任何一个人商量，真就开始喝醋了。在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，会悄摸摸的喝一小杯醋。然而坚持喝醋半年，被家里人发现了，带着去做身体检查，出现了一些问题。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？一、血管出问题的症状。血管遍及我们的全身，可以说是交通枢纽一样的存在。只有血管正常通畅，才能够使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得到足够的血液和氧气供应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血管是有一定的柔韧性和弹性的，这是健康血管的状态。但是血管也有老化的情况出现，再者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不好，导致慢性疾病的出现，以至于血管受到了较大的影响，变得更脆，没有了以往的弹性，就容易出现破裂，以至于造成心脑血管疾病。那么血管在出现问题时已经不健康了，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？头痛和头晕，血管出现的问题无非就是堵塞或者是老化，没有了弹性，而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身体的供血不足，其中脑部的供血不足表现的是最明显的。所以血管出现问题时是很容易出现头晕、头痛的，这是因为脑部供血受到影响、缺氧所造成的一种情况。如果频繁的出现，说明血管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。突发的情况下，想要救回来是一件难事。有研究表明，我们在打哈欠的时候，血液中的浓度是升高的，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是在比较困倦的时候才会打哈欠。如果已经出现了经常打哈欠的情况，说明血液循环出现了问题，那么也间接的证明了是血管出现了问题。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，接下来可能就发展成心脑血管疾病了。我们都说通过一个人的面部是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健康状态，如果脸色红润、嘴唇饱满、颜色正常，那么说明血液循环是比较好的。可是如果嘴唇是发紫的，那么说明身体中的血流量下降的比较快，很有可能是发生了血管堵塞的情况，这时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变高，所以紫色的状态会比较明显。如果发现了嘴唇长期处于紫色的状态，千万不要忽视，应该及时去检查一下血管的问题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一些中老年朋友确实是在行动上不方便，但是如果突然间出现了行动不便的情况，很有可能是血管已经变得较为脆弱了，血管腔变得狭窄，血液没办法正常供应给组织和器官，这时身体就会变得没有活力。当在生活中频繁出现以上这4个症状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了，血管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尤其是中老年，如果症状频繁发生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。那么像李叔这种中信的偏方，真的坚持喝了半年的醋，最后结果怎么样了呢？2. 坚持喝醋半年后情况怎么样？在李叔的家人得知他每天都喝醋之后，觉得这件事情特别不可思议，因为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喝醋能够软化血管。如果真的能够软化血管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了。李叔正在和家人谈论的时候，突然间出现了胃疼的情况，这时家人赶紧带他去了医院。经过检查之后，发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胃溃疡。其实李叔胃疼的情况早在1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，他没有在意，这是因为长期喝醋所导致的胃部溃疡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消化系统本身就比较脆弱，长期喝醋已经导致胃黏膜受到刺激，导致胃酸分泌，从而引起了胃溃疡。李叔的家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
现在李叔的情况可不仅仅是血管的问题，胃还出现了问题，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相信偏方，尤其是针对血管性的问题，一定要先跟医生沟通，确认这种方法到底是对还是错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醋可以软化血管，按这种说法呢？其实还是源于醋中有一定的酸性物质，认为可以起到溶解作用，再者醋是人们能吃，所以大多数人就相信了这个偏方，觉得即使是不管用，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问题。关于喝醋这件事情，一定要了解其本质是醋中的醋酸是没办法进入我们的血管中，所以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再者，我们的血管出现问题变得没有弹性，不是因为血管里有钙盐，很有可能是由于高血脂引起的，也是由于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血管变得更加脆弱，所以喝醋还是没用的。那么如果想要真正的保护血管，我们生活中应该做些什么呢？3. 如何正确的保护血管？1. 科学合理的膳食。科学合理的膳食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，尤其是要减少脂肪、饱和脂肪酸等摄入，这样可以降低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。现在很多的中老年人都很喜欢吃肉类的食物，摄入的脂肪过多就容易造成高血脂，也就会对血管产生影响。所以平时应该注重合理膳食，每天建议食用的食物中包含膳食纤维、碳水化合物等物质。平时千万不要挑食，营养摄入均衡，身体才能更健康，有利于控制各项指标，保护血管。2. 坚持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不少的中老年人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总是不愿意动，这就会导致身体的素质下降很多，而且长期不运动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。可能这是很多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很好，而且年龄也大了，可能没有适合的运动。其实如果身体有一定的问题，是可以及时和医生沟通的，确定可以做哪些运动。因为除了激烈的运动之外，也有很多较为平缓的运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身体是可以适应的。建议中老年朋友每天可以有30分钟左右增强度的有氧运动，比如可以选择快走或者是散步以及游泳等。3. 保证睡眠充足。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，从数据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人生有1/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。睡觉的过程是身体修复的过程，如果长时间熬夜，那么身体就特别容易出现大问题。对于各年龄段的人群都是，如果每一天都熬夜，就很容易导致血管阻塞。尤其是现在不少的中青年长期坐在办公室中，久坐不动，更容易出现堵塞的问题。所以应该结合良好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，能让血管变得更加健康。4. 戒掉坏习惯。生活中对身体的伤害最大的坏习惯无非是烟和酒。烟酒对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如果能够戒烟戒酒，那么是有利于降低血管堵塞的发生率。因为长期吸烟所造成的是血管内皮的伤害，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。而当我们长期大量饮酒时，又会导致心脏跳得特别快，影响交感神经，从而导致血管痉挛。这对血管来说是有非常大压力的。长期下去就会导致血管弹性没了，也容易造成血管堵塞。所以想要保持血管健康，先从戒烟戒酒开始。5. 有良好的心态。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过大的环境中，心态不好的话，那么对血管来说也是一种伤害。因为心态不好，精神处于紧张的状态，就会导致血液中有大量的氧自由基，造成白细胞被激活，出现粘连的情况，血液就会变得更加粘稠，所以对血管的伤害也是不小的。因此在生活中，我们应该更开朗的去面对生活，对待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情绪不要过于激动。总结，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在治病这方面不相信医生，反倒是相信一些偏方，可能有一些偏方确实有一定的用处，但是大多数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时候，都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就像认为喝醋可以软化血管这件事情，醋属于一种有刺激性的东西，如果每天都喝的话，对胃黏膜的刺激还是很大的，不仅没有软化血管，还是自己的胃受到了伤害，有些得不偿失。